大家好，比特币今天来聊聊目前可能处在第三个黄金坑，因为之前20K 做多或50K 做多，同样也是在黄金坑1或2，或者是底部，后面价格就上涨，所以有可能这一次也不例外哦，后面应该也是会继续涨。那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，包括主力的动向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也是很出名的这一个布林线指标啊。你如果是波段的交易者或者是长线的投资者，等下来跟大家讲啊，包括欧美那边的机构。美股也是非常的神奇，一般周线里面，它如果跌到这个布林线下轨，有可能就是非常重要，你再一次黄金坑抄底的位置。那我是简单一点哦，把这个布林线指标中轨跟上轨全部都关掉，因为现在价格比特币它是很接近，就是这个下轨的位置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之前在25K 的低点，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当时做多？也是因为价格它是很接近这个黄金坑，或者是价格是跌到这个布林线的下轨，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一波牛市哦，包括当时的15K， 它也是跌到这个布林线的下轨，甚至出轨的位置，后面价格就上涨。25K 也是到这个位置，后面价格就上涨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在50K 左右的这几个位置，当时这个低点53K 也是继续买。不过后面没想到再跌到这个49K， 所以如果历史要延续的话，50K 左右，但是后面价格也是继续涨。那现在的位置，比特币价格再来到这个布林线下轨的位置，我的观点有可能这一个位置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黄金坑啊。当然也不排除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这一次价格在周线里面是没有跌破下轨的位置。现在下轨的价格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已经来到接近8万美金。如果是期货的朋友，现货我是不担心啊，就算它真的价格在下跌，也是跟他讲了有一段时间，这个位置前面的支撑是非常非常的强。如果真的还有一次挖坑，我是相信有没有可能就像当时的这个区间，估计这个位置应该是跌不少，只要盘整时间到位，黄金坑上。你现在不买的话，难道真的在等它涨上去的时候，到时候也要后悔吗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美股那边欧美的机构他们是怎么买这一个股市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标普500啊，比如说自2022年同样也是上涨的牛市，那有几次这个绿色的线就是布林线的下轨啊，跌到这个接近下轨的位置，或者是跌破下轨的位置，跌到接近下轨的位置，就是非常重要的买点。当然，像这些，比如说有一些利空事件或者是利空事件的这些位置，我这边就不讲了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历史上更早以前的概率是很准啊。2012年涨到2018年，可以看一下下轨买，下轨买，没有接近下轨，或者是接近下轨，接近下轨，接近下轨，接近下轨。接近下轨，欧美的机构是怎么买的？所以我的观点，目前的比特币不排除就是这样子啊。最近感觉有一些机构或者是主力，他们是继续在偷偷的买入比特币。因为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直接从交易所比特币钱包的余额，可以直观的来观察，就是鲸鱼他们到底是从交易所里面去搬出比特币，还是把比特币搬到交易所去卖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黄色的线是价格哦，当时比特币在接近10万美金的时候，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比特币之前是从交易所不断的往外流出。那我们看一下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，比特币当时在10万，或者是2月份的时候，这边是有一次比特币就是大笔的流入到交易所，有可能就是当时价格高位的时候。有一些主力鲸鱼，他们可能是偷偷卖出了一些比特币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最近的有发现哦，比特币交易所钱包的余额，就是会有一些往外流出的动作。
包括我们看一下比特币 ETF 最近机构的动向啊，我们看一下17号、18号买入，然后19号停了一天，20号、21号最近也是继续在买入比特币。所以包括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的日线图表，或者是我们看一下3月22号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的地址，也是继续买了1000多枚的比特币。虽然数量没有5000或者是6000枚的买入，但是我的观点，像这种数量有可能就是有一些鲸鱼跟机构最近是不是第三个黄金课？它这一个比特币日线的 Pi Cycle Top 指标历史上也是很传奇哦。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跟大家讲，我个人是觉得还是尽量等比特币将来的顶部，到时候再卖出。因为2019年当时比特币的底部涨到这一个高点的位置，红色的线交叉绿色的线是顶部，然后2015年比特币的底部涨到这一个高点2万美金的高点，红色的线交叉绿色的线是它最终的顶部。所以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再给大家跟踪了这一个 Pi Cycle Top 指标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红色的线，目前绿色的线价格是在多少？已经来到15万了。那红色的线，其实未来我是相信，比特币虽然这一次是再跌破了这个红色的线，我的观点是这一波牛市主力机构就是这样子玩的。欧美那边的机构，你可以看一下 25K 的时候，也是跌破这个红色的线，盘整的一个区间。或者是 50K 也是跌破这个红色的线，盘整的一个区间。那我们看一下现在跌破这个红色的线，它可能盘整的时间还不够啊，因为之前的这些时间都盘了这么久，或者是盘了这么久，现在才盘了一段时间，我是相信有可能这个位置后面的时间会更摸冷。如果朋友们要操作，或者是还有新的资金要买的话，尽量就是区间低吸为主。如果真的有再下去有资金，我会继续再买入比特币。我是觉得将来我们尽量等到它这个红色的线交叉绿色的线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在这边给大家道歉哦，狗狗币还是尽量要控仓，没想到这一波会跌成，真的跌成狗了。因为之前新的资金我在 0.24 左右也是再买了一些狗狗币，最近也是被套在里面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现在的狗狗币，还是尽量先看比特币它什么时候盘整结束。我们看一下，好的一点是狗狗币它同样在周线，其实这个价格是很接近这个布林线的下轨，周线它也是有一个很大的看涨楔形的形态。我的观点是，有可能就是主力故意在打压价格，或者是在这边继续买入狗狗币。那有没有可能短期还是在盘整啊？你如果看它的日线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波动，所以提不起兴趣啊，有可能就是还是继续在盘整啊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。